你找我拼拳，那不是让我赌你吗？中国小伙欧阳锋踢馆日本拳赛，铁拳 KO 多名日本选手，把日本人打得痛不欲生，不得已只能请来外援。来自荷兰的美丽人狼达里尔·维尔东克是 K1 擂台的重炮终结者，以凶悍猛攻和超50%的 KO 率。达里尔·维尔东克外表温文，一旦登台便化身美丽死神，以灵巧步伐、爆发力和重拳制造意外 KO， 追求速战速决的暴力美学。这场对战，他也是应了这个日本选手的请求，来当做这个日本选手的支援，来挑戰歐陽鋒。咱们的歐陽鋒號稱中國小吸毒、中國戰神 K1 金腰帶衛冕王，以16戰16勝16 KO 的不敗神話，將中國力量刻入世界格鬥史冊，是中國70公斤級的領軍人物，職業生涯16戰16勝16 KO， 被日本是譽為亞洲新皇帝，首回合10秒轟翻對手，3次讀秒驚雷炸響全場，擅長卡夫踢累積傷害和組合拳打出這個組合技，兇悍，非常兇悍。好，我們廢話不多說，來看第一回合，雙方第一回合上來就打得非常兇啊，兩邊的這個打法，這個選手的這個性格啊，這個拳商都是有點相像的。這個達里爾也是一個非常兇狠的這個選手，雖然說看起來啊比較溫文爾雅，但是內心裡啊像一個人狼一樣，打得非常有野性。那麼咱們的歐陽鋒打法也是偏向於組合踢加上這個卡夫踢的這個組合，去用這一套來擊敗對手，他的勝率非常之高啊。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雙方啊一開始就是進行一個高強度的對空，哎呦，這個雙方選手真是寸土不讓，哎呦，一拳直接擊倒讀秒。達里爾有點懵，一上來就知道了這個一個意外的這個擊倒。達里爾現在要被讀秒，正好也是可以看到達里爾也是蹭着這個讀秒的時間來恢復這個體力，非常精明的一個角色。好，我們繼續來看。歐陽鋒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左のジャブを刺す歐陽鋒。インローはダリルフェンドが少し高されているか。左ボディ。ここ連續的後手。また右だ。さらにダリルのパンチもあるんですね。ワンツーダリルフェンドッグ。まだわかんない。パンチ死んでないですよ。左にして歐陽鋒が右。歐陽鋒打得特別耐心啊，可以適當的控。好，達里爾一個跳踢，直接一個擺拳，哎呦！差點 KO 掉這個歐陽鋒。歐陽鋒這一場打得非常兇險，兩邊一上來就是開始重炮轟擊對手，兩邊選手打得都非常的兇狠。這個你給我一拳，我也還你一寸，以眼還眼。歐陽鋒差點被讀秒，不過還好，雙方選手都是經歷過大場面的人，很快恢復過來，對選手繼續對轟。這個雙方選手打得真是非常兇狠，哎呦，又是爆拳，直接連續的這個炮轟。達里爾的這個組合拳啊，兩邊這個基本上就是沒什麼太大的章法，就是對着對方的臉啊，對着看誰的拳頭更硬。又是一個擊倒，歐陽鋒又把這個這一拳啊又給還回來了，連續的炮拳，哎呦漂亮！達里爾反擊，卡夫踢。不錯，好，雙方這個僵持一會兒，再次轟拳。這場比賽啊，看的真是非常的過癮。一上來雙方就是高強度的對轟。13秒鐘。哎呦，這個大飛腳！對手的轉身動作特別多啊，今天。達里爾被看起來還是，哎呦，這個歐陽鋒啊，也是你給我一拳，我就給你一腳，跟我拼拳啊，你只能被讀秒。歐陽鋒這個雙方打出來，還打出來這個兄弟情誼，太精彩了，兄弟們！第一回合戰鬥結束，精不精彩？覺得精彩。英雄總是這個惺惺相惜啊！你找我拼拳，這個正面對抗啊，那我必須敬重你一分。好，那第一回合戰鬥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回合。現在讀秒是2比1。第二回合，中少，歐陽鋒連續的重拳，看來歐陽鋒也不想打滿啊。
欧陽フェンがサイドステップからダブルのジャブでいく。ダリル・フェルドンが右ミドル。前蹴りから踏み込んでくるのがダリル・フェルドンク。アッパーを見せた左フックを返したダリル・フェルドンク。そして左のはい肩口。左のフックも強いですからね。パンチョキックのコンビネーションを見せますダリル・フェルドンク。それ入ってきた。パンチョ連打。哎呦，要小心啊！左右上ワンツーダリル・フェルドンク。对手的这个荷蘭 X 進攻的方式啊，確實是變化比較多。連續的低掃。なんか欧陽フェンは歐陽鋒的近身頂膝，啊，不能箍緊啊。ダリル・フェルドンクは少しバックハンドブロー回転系を見せてますね。ここまでは。好，第二回合又是凶狠的對轟。哎呦，好久沒有看到這種非人的這個高強度對轟了。雙方都是毫不吝嗇自己的力量，非常兇猛的向對手招呼自己的拳頭。我們可以看到歐陽鋒這邊的出拳非常的迅猛，達里爾這邊則是想用這個通過摟棒來壓近與這個歐陽鋒的距離，同時也是為自己緩一下這個喘息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歐陽鋒這個拳頭是要比這個達里爾更兇猛一點啊，體格上歐陽鋒就要佔據一個優勢。這邊達里爾的這個狀態有點不太好，適當控節奏，可能也是第一回合被擊倒的次數要比歐陽鋒多。歐陽鋒的這邊狀態非常不錯。控一控是而且節奏也是把握到自己手裡。漂亮基輔拳，每次也是看起來啊，每次都是自己想要主動拼拳。我想找你打啊，我就是跟你打；我想跟你打，我就後退。節奏是把握在這個歐陽鋒手裡。而且歐陽鋒的這個卡夫踢加上這個組合拳的這個技巧啊，相當不錯。也是把達里爾非常的克制。達里爾這個要側踢，但是沒什麼傷害，沒什麼傷害。漂亮組合拳接掃踢。膝を入れます。右ボディ。左のインロー。さあこれをじわじわと効かせているのはダリル・フェルドンクの方ですが、ワンツースリー欧陽フェン。欧陽もパンチいいんですけどね、ちょっと盛り返してきましたねダリルが。アッパー届かない欧陽フェン。左右ワンツー。いい欧陽もワンツー返すダリル・フェルドンク。そしてインロー上下散らしてくる。なんかフェルドンクってそんな体大きくないけど前に出る力強いですよね。好，又是一回合戰鬥結束，雙方這個還在對轟，打得非常過癮，給雙方打過癮了。哇，這個比賽確實是非常激烈啊！雙方這個對轟真的是非常在，不敢喘氣了。第二回合非常兇啊！你看這個達里爾長得也是非常接近，非常的這個文雅啊，但是這個打起拳來也是非常不錯。但是奈何歐陽鋒的這個拳法相當的特別精彩，這一下轉身邊拳是被歐陽鋒接住一次後手，直接連續多次擊倒對手一次啊！這是第二次擊倒。好，那第二回合戰鬥結束，讓我們繼續來看看第三回合。我對這個歐陽鋒還是非常有信心的。換拳當中啊，歐陽鋒的兄弟也點點關注啊，兄弟們，左看一下第三回合，哎，中掃。這時候歐陽鋒一定要穩住啊，防守上千萬不能鬆懈啊，對手的這種重擊能力也特別強。そしてジャブからショートアッパー、右フックを返すダリル・フェルドンクです。前蹴りは歐陽鋒、ボディ左のジャブを刺してフェルドンク、お互い至近距離打ち合い上等。東方的硬換後手好的，哎，這一下自己滑倒了。好，雙方還在換拳，雙方在這個互換的過程當中還有互有命中，但是感覺這個歐陽鋒的命中率要高一些。歐陽鋒這邊拳法非常的不錯，連續的這個組合技，他打的這個組合技非常多。每次基本上都是出拳要出腳，還有最後2分鐘，能不能做到 KO？ 歐陽鋒這邊接這個膝頂，頂膝接前擺。歐陽鋒的這個技巧相對達里爾來說還是非常的優秀的。改拳、擊拳，哎呦，繼續對轟，非常的兇猛。對手的頂膝，還有1分半不到，兩人體能的消耗都非常的巨大，非常巨大。哎呦，小心防守！然後歐陽鋒繼續防守，猛攻。
達里爾的状態不是很好，体力消耗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快要这里了。歐陽鋒的體能下滑也非常明顯。哎，漂亮！游戏摆拳，勾拳，游戏对勾拳。哎呦，这个直拳，哎呦！我看维尔东科他打得非常放鬆，這個看起來歐陽鋒打得還是比較放鬆的。其實維爾東科的身體也有點軟了。其實看得出來啊，雙方的這個身體也都有點軟了，已經是體能已經是變得勾拳，好的，哎呀，漂亮！前手擺拳的反擊，前手擺拳的反擊後手。哎呦，再來！雙方近身的這種拼刺刀非常的消耗體力啊。對手的一個跳膝，對手一個跳膝，問題不大。最後的20幾秒鐘啊，最後的20幾秒，爭取打出更多的有效進攻啊！這個時候更是要在這個時候更不能泄氣啊，要打出更多的這個進攻，有效進攻，進行一些戰術上變化。雙方的體能都接近極限，後手，對手還是想來一個轉身啊！最終雙方是打板3局。好，3回合戰鬥結束，這是一場非常酣暢淋漓的戰鬥。雙方的這個打法都是非常的這個硬朗，高強度的對轟，好久沒有見到這種高強度對轟了。那麼讓我們來看一下最後裁判的判決。好，那麼讓我們恭喜歐陽鋒贏得最後比賽的勝利，有效擊打是高於這個達里爾。好了，我們下期再見。你敢相信嗎？泰森已經年近60，但是他這依然願意站在拳台上面對年輕對手的挑戰。他的堅持和勇氣贏得了全世界拳擊愛好者的尊重。正如泰森自己所說，我不覺得我已經58歲了。當我在健身房裡和這些年輕人對抗，我反擊他們的時候，你覺得我像58歲嗎？這場比賽是一場傳奇之戰。這場比賽不僅是一場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也是一場專業傳奇的對抗。這是一場跨越時代的拳擊對決。58歲的拳擊傳奇邁克泰森將與27歲的網絡拳手傑克·霍夫展開一場備受矚目的八回交戰。這不僅是拳壇上更是傳統拳擊精神與現代流量經濟的一次深度對話。讓我們共同期待這場經驗與流量的終極對決。隨着裁判一聲令下，比賽正式開始。第一回合，泰森顯然戰勢不動，就像一位老練的獵人，迅速逼近年輕的保羅，連續的組合拳試探對手反應。我們可以看到泰森出拳精準度依然驚人，他的閃避幅度精確到厘米，這不是簡單的計算，而是他5前4度擊中後大腦生成的自動程序。泰森的肌肉記憶仿佛為他回到了巔峰時期，他的總護拳依然帶着惡語擺尾的力道，讓整個觀眾席為之沸騰。而保羅顯得有些緊張，面對傳奇拳王的壓迫，他主要依靠靈活的腳步和自拳進行防守。不過在回合中呢，保羅抓住泰森進攻的間隙，突然以總護拳擊中泰森微微晃動，他迅速調整狀態，繼續向對手施壓。這回合的泰森展現出了驚人的體能和意志力，他似乎在向世界證明，我不需要被特殊對待，我依然可以像當年那樣繼續戰鬥。第3回合，比賽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轉折，泰森的體能開始下滑，他的出拳頻率和力度都有所減弱，而保羅抓住機會開始加強攻勢，他的刺拳和連續組合拳連續擊中泰森，讓這位傳奇選手第一次在比賽當中落尾為下風。我們可以看到泰森雖然依然努力，但是他的動作開始變得輕鬆，年齡差距在這一刻顯得尤為明顯。保羅則利用年輕的優勢，不斷變換方法，尋找擊中泰森的最大進步。這一回合，保羅展現出了以往的不同的競技狀態，他的進攻更加果斷，防守更加嚴密。第5回合，保羅徹底掌控了比賽節奏，他的刺拳連續擊中泰森，甚至讓泰森逼近身邊，用一重拳讓泰森顯然倒地。這個回合的泰森雖然努力，但是他的出拳速度和力度大不如前，而保羅越戰越勇，力量都越不錯，比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保羅開始主導比賽，而泰森則依靠經驗努力堅持。保羅突然上步連續左右擺拳面對泰森，讓這位傳奇選手再次陷入被動。泰森的每一次堅持都在提醒着我們，真正的拳擊精神不在於勝負，而在於他永不言棄的開始。此時，令人驚訝的一幕發生了，保羅突然停止進攻，向泰森鞠躬致意。這一舉動贏得了全場觀眾的掌聲，也展現了一個新生代的年輕拳手的風度和尊重。毫無疑問，最後泰森還是輸掉了比賽，但是他的眼神依然堅定，仿佛在說：“我雖敗猶榮，但是我的戰鬥精神永存。”最後，裁判宣布保羅以79比73的點數優勢獲勝。
比賽落下帷幕，我们见证的是一场真正的拳击精神的碰撞。关闭为飞起来！撒开了！中国小伙将300斤外国壮汉舉起5米高，一招罕見飛天抱摔，差點將外國選手直接幹骨折，裁判更是當場嚇呆。OK， 觀眾朋友們，迎面向我們走來的是來自於巴西的號稱碎滷手的拳王伊塔羅·岡薩爾維斯。可以看到這位選手表情是非常的自信啊，面對觀眾的互動可以說是不屑一顧。不過這一次我只能說巴西拳王這一次碰到了硬茬子，他的對手是來自於咱們中國的張立鵬。說起張立鵬，想必很多人都感覺有點陌生啊，他是中國綜合格鬥的中量級最強拳手之一。散打出身的他曾征戰過 UFC 的擂台，飽經戰鬥洗禮後，技術也是變得十分的全面。無論是站立技巧還是地面技巧，都有是出神入化的程度。好，那比賽也是正式開始，我們閒話少敘，一起來看一看雙方選手的對決。我們看到伊塔洛這個耳朵呀，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伊塔洛的地面也是非常強，果然是一上來就想進入地面啊，進入這個巴西拳手伊塔洛最擅長的地面纏鬥，一上來就抱這個張立鵬的腿，張立鵬的這邊站立技巧也是稍遜於這個伊塔洛，一上來就被直接抱摔。伊塔洛直接跟這個張立鵬進行一個地面啊，要打一個核心。張立鵬這邊，哎呦，用腳來鎖對面的頭嗎？哎呦，這是用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鎖技。這個上位的巴西選手伊塔洛啊，身體和張立鵬貼得特別緊，對，所以至少是沒有辦法。雖然這邊伊塔洛佔據上位啊，但是他目前這個姿勢啊，這個被張立鵬是完全鎖住，是沒有辦法做出太多的這個變化啊，身體體位變化。好，那時間也是太長了啊。在牽制，對，不管誰只要是稍微有漏洞，對方都可以變化。是。大鵬這個動作呀，就剛剛的這個防守，我們經常會看到。低招。這邊張立鵬要跟這個伊塔洛打一個牽制。哎，又要進地面嗎？張立鵬躲閃的非常迅速。哦呦，反身壓上，漂亮。哦呦，張立鵬這個反應非常的迅速啊，反身直接壓住。不會是經過這個各種 UFC 啊，之前各種賽事的洗禮的人啊，也是見過很多大場面。這個格鬥技巧也是變得相當全面，張立鵬的這個格鬥技巧啊又得到了精進。現在張立鵬在上位，看起來要把這個胳膊進行一個改變一個位置，這個胳膊被鎖住了。手也不錯啊，對，大鵬要注意手指。好，這邊要注意體位。哎呦，這是要幹什麼？舉起來！哦呦，哦呦，這一下直接砸乾對手，漂亮。這300多斤的這個伊塔洛被對面像拎小雞一樣直接拎起來抱摔在地上。哦呦，這一下伊塔洛有點難受了。張立鵬的這邊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強大啊，非常的不錯。一套啊，是，其實剛才那個動作已經非常危險了。伊塔洛這一波啊，相當危險。現在，哎呀，雙方在互相捶小拳拳。哦，現在看起來張立鵬還是要借機啊，去挪動一下自己的位置。哎，手抽出來了，好。又被鎖住了，哎呀，畢竟這個手還是要撐在地上啊，核心不能核心不發力。伊塔洛要始終保持能控制住張立鵬的一隻手臂。這邊張立鵬的一隻手臂是始終被這個伊塔洛控制的啊，這樣的話，而且腰部在被鎖的情況下，伊塔洛目前還是可以撐住的啊，還是可以跟這個張立鵬去耗的。這邊張立鵬不知道是不是要故技重施。好，他的手位置騰出來了。這邊伊塔洛還是繼續用腿部來限制這個張立鵬的這個，哎呦，小心一點，不要被鎖住頭部。這個如果要是被伊塔洛的這個腿直接鎖住頭部的話，這個十字固就當場成型了。會掉入對手的陷阱啊！看又來。大鵬非常聰明啊！防守是不錯啊，對，是不錯。
哎，好，這邊張立鵬站立砸拳，哦呦，這邊直接砸拳，不給對手機會。張立鵬的雙手繼續被鎖住，哎呦，又被鎖住了。伊塔洛這邊的地面技真的是非常的難纏。張立鵬砸拳，哎呦，再來一個砸拳，哎呦，這下，哎呦，再來，哎呦，再來，哎呦，伊塔洛這邊被打的這個面如豬肝啊。這樣耗下去的話，伊塔洛肯定是不行的。哎呦，再來砸拳，對手直接被砸干了。現在雙方的體力都已經有點見底了，再來一砸拳，伊塔洛這邊看起來劣勢是相當大啊，被摁在地上砸。你喜歡地面纏鬥啊，那我就砸你啊。好，那第一回合戰鬥結束。雖然說這個伊塔洛的地面纏鬥是非常的難纏啊，但是張立鵬這邊的應對是相當的完美啊，而且本身他也是在地面的技巧啊，也是不遜於別人。雖然說對面非常善於地面纏鬥啊，但是張立鵬還是很完美的啊，把第一回合拿下。你看出張立鵬的反應也是非常快啊，這一下這個對面沒有包住張立鵬，反倒讓張立鵬拿到一個上位。特別是中場的這個抱摔，哎呦，這一摔把伊塔洛摔的真是有點難受啊，可以說是眼冒金星。後期的砸拳更是把這個伊塔洛的臉都給砸成了豬肝色。這個張立鵬的這邊砸拳也是相當的凶狠啊，毫不留情啊。好，那我們第一回合戰鬥結束，讓我們繼續來看一下第二回合雙方選手的表現。比賽開始。哎呦，張立鵬這一腳，哦呦，對手完全沒有反應。哦呦，張立鵬這邊直接趁機猛攻，對手被打懵了。哎呦，這邊對手這個伊塔洛這個被打懵了，這一腳，這腳連我都沒有反應過來啊，這腳太突然了啊，太突然了。伊塔洛直接被打懵了，這邊又是一個壓制。張立鵬這邊這個進攻相當迅猛，而且也是毫不留情啊，這個靈針起手啊，你怎麼防？這邊又進地面啊，雖然說這個伊塔洛艱難的防住了啊，但是感覺他的氣色也不是太好，被打的又是本來在这個回合中間啊休息了不錯啊，這被一頓炮拳又是直接砸下，而且在這個地面鎖技當中啊也沒有鎖住張立鵬的這個任何一個位置，伊塔洛這一回合有點危險，也要想一些辦法，不能永遠吃這種很重的砸擊啊，是。我們看到伊塔洛的頭部可能稍微有點出血，是因為肘擊的緣故，又是肘擊。還是持續的肘擊，這個我們裁判要考眼力了啊，要看。張立鵬這邊的左手鬆開啊，又是砸拳，這邊伊塔洛被砸得夠嗆。張立鵬再換個位置，還是想把這個右手給掙脫。這個伊塔洛的這個地面纏鬥雖然說非常的不錯啊，但是沒有效果啊。對於張立鵬來說沒有效果，兩個手都沒有完全的鎖住，反而是讓張立鵬摁在地上打。哎呦，這伊塔洛被打得非常的難受啊。非常喜歡地面纏鬥啊，但是這個地面纏鬥雖然說能很有效的消耗對手的體力啊，但是你這個鎖不住也沒有什麼用。張立鵬再來一砸拳，哦呦，這一砸，再來砸拳，這個，哎呦，伊塔洛已經被砸的出血了，再砸兩下就不行了，應該是頂不住了。再來砸拳，哎呦，這邊這個鼻子被打出血了，伊塔洛還要堅持嗎？這完全是被張立鵬看似鎖住了張立鵬啊，看實則是張立鵬反向鎖住自己，再來砸拳，哎呦。這邊砸拳，這邊這個伊塔洛挺不住了，哎呦！好的，那麼也是恭喜張立鵬贏得本場比賽的勝利。哎呦，這個伊塔洛啊，這個進地面完全是被張立鵬摁着打呀。這個傳奇碎爐手啊，也是倒在了張立鵬的拳下。這個連續的地面纏鬥也是沒有給張立鵬造成任何的傷害啊，反倒是被看似鎖住了別人啊，實則鎖住了自己。
好，那麼讓我們恭喜張立鵬贏得本場比賽的勝利，非常兇狠啊，非常的不錯，非常的這個反應非常的迅速。好的，那麼讓我們感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期再見。這是什麼造型啊？挺別致啊，非常6+7啊！這是拳王帕奎奧第8個級別世界冠軍挑戰賽，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不一定有來者。今天他的對手就是大名鼎鼎的石膏手馬加里托。曼尼·帕奎奧是來自于菲律賓的傳奇，出生於1978年12月17日，身高1.66米，體重1.7米。帕奎奧的職業生涯堪稱輝煌，他是拳擊史上唯一一位奪得8個不同級別世界冠軍的選手。職業生涯戰績62勝8負2負39次 KO 對手。他對手安東尼奧·馬加里托，這位墨西哥拳手以坚韌著稱，出拳凶狠，綽號蒂華納旋風。不過馬加里托的職業生涯也伴隨爭議，曾在拳套中發現塗有石膏狀物質的非法指關節墊。馬加里托的經常體重是165磅，而帕奎托只有144磅，足足比帕奎奧重了20多磅，也是帕奎奧是職業生涯中遇到最高大的對手。無論輸贏，帕奎奧都將載入拳擊史冊。這是一場典型的以小欺大的比賽。雖然馬加里托有着身高、臂展、體格的優勢，但是他的速度無法與帕奎奧形成抗衡。在幾波試探後，帕奎奧並挑起他的機關槍，開始瘋狂掃射。Pacquiao now getting a little distance between himself and Margarito in CompuBox numbers. That was a very good round for Manny. Harold, how do you have it through? 幾個回合之後，馬加里托就已經被帕奎奧打成了眯眯眼，但是他的抗擊打能力一如既往的變態。面對着帕奎奧如此強大的火力，依舊是不要命的無限平推。閃躲是個什麼東西？他不需要，防不住了就直接用臉硬頂，真是非常莽夫的一個選手。馬加里托心想，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打成屎。雖然馬加里托的這個反應如同蝸牛，但是他的力量還是給帕奎奧造成了不小的威脅。畢竟他的體格就擺在那裡，兩人有着20多磅的體重差距，每一拳的分量可想而知。中間的幾個回合，馬加里托多次將帕奎奧壓到圍城邊，連續打出重擊，這也讓帕奎奧吃了不少骨頭。But at the end of the round, still, Manny came right back with a lot of blows again, which still could have been a close round, because that was the only really good flurry for Margarito. But I think Margarito should have won that round. Pacquiao's racking up some astonishing numbers, though. 39 power punches landed in that round. Here you see Manny Pacquiao landing all of these precise punches, even with a guards up high defense. He still pinpoints areas where he can get through and penetrate. But to me, the perfect fight is the way he fought the last round, punching, moving in and out, taking advantage of that great fight. As I was saying, I thought that Pacquiao had the edge. He said, man, he may have the edge, but it's going to be a hard fight. What an exchange. What a fight. I mean, this is a fun fight to watch for a fight that's being won fairly one-sidedly by Pacquiao. Okay. But don't let him go away, Tony. Don't let him. 第8回合過後，馬加里托一直處於被動挨削的狀態。馬加里托的面部無差別死角被整了個遍，但他就像是打不死的超級小強，無論是帕奎奧怎麼霍霍，就是不倒，這樣帕奎奧都打得有些於心不忍。帕奎奧也是不停望向裁判，打算終結比賽，但是裁判故意選擇性失明。帕奎奧為了尊重對手，不得不拼盡全力，狠狠地暴打馬加里托。It's the same thing. It's the same thing. Tony. Tony. Damn. No, forget about that. You've got to get in close. Let a guy miss, catch him with a punch, let him miss, hit him with a punch again. A lot of guys will let guys miss punches, but they don't take advantage of it the way that he does. If he was back to the ropes and being hit or something, would be different. But at this stage here, he's out, being out punched, but the referee has to have a few more seconds before he can stop. He's rearranging Margarito's face, and it may never look the same again. 比賽到了第11回合，還剩1分多鐘，帕奎奧再次望向裁判，裁判終於叫停了比賽。馬加里托利終於熬到了這一刻，不料裁判看了一下他的傷勢，卻說這還能看得見，繼續加油，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此时马加利托其實心中10萬隻草泥馬不知當講不當講啊，無奈還是選擇了繼續。不過接下來帕奎奧還是明顯收手。帕奎奧在賽後採訪中說道：“拳擊不是為了殺人，我不想讓他造成永久性的傷害。”最終雙方打滿12回合，帕奎奧以大比分的優勢擊敗了馬加利托，成為了8個級別的世界拳王。而馬加利托整個人都不好了，他的眼睛險些被打瞎，賽後更是直接去了醫院。別在那嘚瑟了。中國蒙古壯漢一個眼神就嚇得日本拳王不敢動彈，場面實在是十分滑稽搞笑。原因竟是賽前日本格鬥冠軍增田裕介賽前辱罵中國選手一身肥肉，頂着不可一世的嘴臉惡意挑釁。中國熊貓敖日格勒下定決心要在擂台上好好教訓一下這個囂張的日本人。敖日格勒是來自中國蒙古格鬥界的一位新星，他在擂台上一向以實力碾壓對手，擁有着超強的攻擊能力，在拳台上就像坦克一般横衝亂撞。而且身於蒙古族的他有天生与生俱來的摔跤天賦，總能把对手揍得心服口服。這次日本悍將挑釁中國選手敖日格勒，那算是惹錯人了。這場比賽我們就來看看中國功夫熊貓敖日格勒如何暴揍囂張的日本拳王增田裕介。好的，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比賽正式開始。這場比賽是增田裕介與中國功夫熊貓敖日格勒的第一場比賽。好的，開場我們可以看到增田裕介在幹什麼？他正在繞着這個敖日格勒進行一個轉圈兒。看起來這個大家可以看到啊，這個敖日格勒離這個增田裕介啊，日本選手的增田裕介體型要大上一整圈啊，實在是非常恐怖。那日本選手這個體格也算是非常強壯啊，200多斤。但是在在敖日格勒面前啊，他就像是一個小玩具，像雞一樣啊。那麼這個看起來也是玩起了小心思啊！增田裕介想要通過繞圈這個跟這個敖日格勒啊進行一個體力的消耗，但是很明顯敖日格勒並不上當，還站在台中間死亡凝視增田裕介，凝視着他的小把戲啊！敖日格勒一下就被搞得尷尬住了啊！這時候裁判也上台，增田裕介的這個行為啊，沒有威脅到這個敖日格勒，反而是讓他自己吃了一張黃牌啊，非常尷尬。這個比賽必須你要進攻啊，對吧？你不是來跑馬拉松的，你要跑的話，那你還打什麼拳賽，對吧？你跟這個敖日格勒玩跑馬拉松得了。好的，那麼一上台，增田裕介還是進行躲閃，他根本不敢跟這個敖日格勒進行正面對決啊。賽前罵咱們中國選手敖日格勒是個死胖子、死肥豬啊，囂張至極，挑釁中國人。那到比賽見真章的時候啊，又開始繞着這個咱們中國選手走啊，那小日子的這個嘴臉啊，我們由此可見一斑。By the way, he wants to Arugula to chase him like that. Yeah. 哎呦，這邊增田裕介找到一個機會，衝上前去爆準啊，爆中敖日格勒。敖日格勒這巨大的體型豈是他能這個撂倒的？敖日格勒給他準備來一個斷頭台，哎呦！但是倉促之間，這個斷頭台可能不是很成功。敖日格勒沒有鎖住增田裕介，看起來增田裕介的這個空間還是很大，還是能掙脫的。但是這個敖日格勒巨大的體型讓這個增田裕介也是很難應付，一時半會兒起不開啊，終於是鎖住了這個四角肌啊。Base to stand up. Yeah. Masuda almost has that side control. Arugula has to give up the left hand. 好，這邊增田裕介找到機會掙脫出來，對着敖日格勒的頭就是一頓猛砸。敖日格勒迅速翻身，壓在對手身上。哎呦，這個反應非常快啊！小樣直接壓死，體重壓制，兄弟們，這就是體重壓制。敖日格勒體重太大了啊！單純靠體重都能壓死這個小日本，這個小日本想跟這個咱們的敖日格勒進地面啊，真是非常的天真。Oh man! On top of Arugula. Maybe you don't want to go to the ground with Arugula. Arugula also, if you know, he has a submission win. He knows how to.
奥日格勒這邊已經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在了這個日本選手身上，可以看到日本選手現在着急的正在直蹬腿兒，哎呦，而且臉色已經開始有點發紫了啊！這個重量壓在身上實在是受不了。可以看到，哎呦，小日本直接被壓慘了，哎呦，這個重量壓在我身上，我是直接受不了了，我是直接要斷气了啊！但是日本選手還行，還能堅持啊。經過不斷調整，那奥日格勒終於成功拿到7成位。哎呦，增田裕介既要接受这个暴風雨般這個拳頭的洗禮了，這個7成位。哎呦，奧日格勒抓到機會，直接狂砸。增田裕介這邊受不了了，趕緊背對調整姿勢。Back, he's rolled over, he's better. Controlling the wrist nicely. Masuda had that one chance, but he couldn't make it up to it. Okay, Yusuke, very experienced veteran. 哦呦，这个体位太美了！这边这个增田裕介也是趕緊躲閃這個奧日格勒的這個拳擊方向。奧日格勒則是這個把全身重量都壓在這個增田裕介身上，他要調整位置，找到機會去暴擊對手的頭部。好的，這要找到機會直接暴擊。哦呦，要把這個頭給錘爛了。奧日格勒這個直接纏住對手啊，小樣兒，你想跟我進地面，你想逃啊，沒那麼容易。Getting very excited. Masuda survived this. Yeah, you know, he's gotten out of trouble. He has to get up, but Aurigala is putting a lot of pressure from the... 哎呦，這邊奧日格勒把對手摁在地上啊，讓這個增田裕介是跪着走。哦呦，又來砸拳。好，那第一回合看起來時間結束，那馬上進入第二回合。好的，我們可以看到增田裕介一上來又是繞半場，又開始自己的滑稽表演啊！這個繞是沒有用的，擂台就這麼大，你能繞到哪兒去？你能飛出來不成啊？那你飛出去，這個比賽也就不用打了，直接投降就算了。奧日格勒這邊也是穩如泰山啊，根本不懼怕對手的這些小心思，直接立住啊，以靜制動啊。這第二回合一開始啊，又是玩上了貓抓老鼠的小遊戲啊！這小老鼠跑歸跑啊，還握起拳頭做挑釁姿勢，而且走的這個人皇步啊，也是相當的囂張。還握拳頭挑釁，非常的囂張啊！這個面對奧日格勒這個大體格子還敢挑釁，這真是不怕一屁股直接坐死啊 ！Waiting for that. Yeah, he scored really nicely in the first round. 哎呦，這邊奧日格勒一衝給增田裕介嚇跑了。Masuda just looking arrogant. 這個我要是增田裕介的話，面對這個體型的對手啊，我是感覺非常有壓迫感啊。像奧日格勒的這個體型啊，簡直就是古代大將軍的體型。哦呦，增田裕介又是猛衝，又想抱對手下盤。奧日格勒是早有準備啊，想要放倒沒門啊，直接順勢壓在身下。增田裕介這個醞釀了這麼久，還是被壓在身下啊！壓在身下，想要掙脫，真是難上加難。好，那雙方在上一回合還是沒有分出勝負。這邊奧日格勒真是懶得看他一眼了，跟他浪費時間實在是沒有意思。貓抓老鼠的小遊戲要結束了，看個跑這麼長時間，純粹就是在浪費時間啊！兩個人的體力都有點透支了。仿佛在友好的抱着對方啊，喘粗氣，這樣裁判趕緊立刻把兩人分開，再進行一場決鬥。奧日格勒這邊再次跟對手打一個站立啊，看看奧日格勒這邊要進行什麼樣的應對，跟對手浪費時間浪費的太久了啊！貓抓老鼠過家家的小遊戲要結束了啊。Just got so much weight behind i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reas Masuda, he's got to put some strength. 這邊奧日格勒意識到必須得速戰速決了，這邊突然一個重拳直接擊中對手下巴，挨了兩拳之後直接跪倒在地，不行了啊！裁判見此立刻阻止奧日格勒終止比賽，怪不得這個增田裕介一直不敢跟這個奧日格勒正面拼拳啊，太嚇人了！這個拳頭一拳直接打進醫院了啊！圍了一片的醫務人員，看起來這次不進醫院是不行了啊！這頓胖揍不知道以後這個日本選手還敢不敢囂張了啊！
好的，那么让我们恭喜一下敖日格勒赢得本场比赛胜利，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感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期再見。還有摔跤加上地面砸拳3位一體，尤其擅長高掃爆頭和組合拳終結，被拳迷稱為 KO 男神。好，那這場比賽也是對戰來自，下期再見。